안녕하세요，こんにちは，萨瓦迪卡新潮 ，Hello， 你好，我是 Austin。今天的话题呢，我想要谈论一下摆脱自卑。那我为什么仰着头呢？没错，就是因为矮。那众所周知啊，其实只有认识我的人才知道，我是一个霍比特人，而且呢是一个没有头发的霍比特人。拿掉吧。对，而且我还非常穷，我就是传说中的矮矬穷，高富帅的最反面。我曾经一度自卑到了极点，20岁到30岁呢，渴望拥有一份真正的爱情。现在已经过了30岁，这个光棍呢是打定了。看，这就是我的皮肤。我曾经呢一度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一度责备过父母，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什么我的家里穷得叮当响？最近2年呢，我开始自我反省，也更加理解父母，但父母却开始自责。这一切，且听我娓娓道来。看，我开始出现皱纹了。那如果我的丑陋与窘迫不小心打扰了你，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像这个视频，以前的我是不会披露的，因为这是揭自己的短，将自己最敏感、最自卑的部分与大家分享。现在看来呢，也就那样。前几天买的书呢，还没有看。正如我的体检报告显示一样我实际的身高呢只有157.5公分这是我的真实身高，脱了鞋的身高。然后呢，体重还是偏重足足有60千克。然后呢，清晰可见的就是我的头发，对吧？地中海，对吧？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别说现在了，就是放在几年前，在婚恋市场上都是会被果断淘汰的一类。或者说，除非我真的富可敌国，对吧？要么我有非常有趣的灵魂，但是这些我都没有工作已经有7年了，几乎没有存款，现在呢还失业了。我呢读书也不多思想境界也不高，没有智慧，也不够幽默。但就是这样的我，在我上高3的时候呢，还有一位女生喜欢过我，仅此一位哦。不过那时候的我比现在呢长得好看那么一点点，可惜呢我没有珍惜。当时呢其实也不懂，我是高3 18岁，人家上学晚，初3毕业17岁，暑假呢谈了1个半月。我由于高考失利读了高4，女生呢没有考上高中，辍学打工。就我这个条件，当时竟然有些自负，分手是我提出来的，怕影响我考大学。那个女生呢伤心的哭了，我现在只记得她的名字，但那是我30年的人生中唯一的高光时刻。以后所追求的女生就一个都没答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呢都说来话长，又从30年前说起。我的父母经人介绍结婚，我爸身高勉强1.7米，我妈身高只有1.45米。我呢从小就长得很矮，因此呢一度饱受校园欺凌，竟然还有女生欺负我那都是小学的事情了。我差不多在小学4、5年级的时候呢有了身高的意识。在我4年级的时候，我妈曾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家长会有时候孩子跟家长是坐在一起的，我的全班同学和他们的父母都在。我们那时候呢，小学生之间的打闹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实际上呢，其实就是以身体的优势以强欺弱罢了。我当时有个还不错的同学，我们经常一起分享零食，但是呢，有一次闹矛盾，他说：“怪不得你长得这么矮，原来你妈也是个矮子，我都比你妈长得高。”当时那个同学已经长到了差不多1.5米，而我的身高差不多只有1.4米多一点。我感觉我的人格受到了侮辱，我主动冲上去和他扭打在一起。结果呢，我却被喂了一嘴的沙子，然后还被打出了鼻血。那时候的放学打架是常态化的事情，并且呢，从1年级开始，所有的同学都是自己回家，没有家长接送。我回家之后告诉我爸，我不小心摔了一跤，却不愿意和我妈妈讲话，并且呢，以后的家长会我都想办法让我爸去参加。直到我上了大学，正如我刚才讲的一样，我高3复读了1年，读了高4，勉强考上了本科。我总以为大学里有来自全国5湖4海的人，肯定有各种各样有趣灵魂的人，总有那么几个不在乎外表的异性，找个女朋友应该不成问题。同时呢，我的身高也不死心。其实当时我的身高就已经定型了，但是我的心里还是不死心，因为呢，在网上看到男生的骨骼要发育到25岁才会停止，
总感觉自己还会长个儿。亲戚朋友也安慰我说，我的身高起码会追得上我爸。我大一的时候还特意做了一个飞机头来提升自信。可到我大四毕业也没长过个子，白喝了那么多牛奶。我的大学是在2013年到2017年之间，我当时有一个很喜欢的女生，和我是同一个班。大一入学没几天呢，我就觉得我们很聊得来，但是由于当时不够自信，没有急着表白。我得承认，我确实上头了。我当时为了能和她一起玩，请他们一个宿舍的女生吃饭唱歌，而且为了不尴尬，还得带上我们宿舍的几个男生，这一切都是我主动买单的。所以当时在月初的时候消费2、3次之后，月中我就只能去食堂的廉价窗口吃饭，月末那几天我就基本上只吃得起碳水，而且早餐也不用吃了。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连续吃早餐的习惯，因为身体已经适应了，没有过量消耗的情况下，不吃早餐也不会感觉到饥饿。我知道现在看视频的你可能觉得我在犯贱，对，确实如此，我也没办法。因为自己追逐爱情的时候比舔狗还沸羊羊。在我大二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向那位女生表白，她说她有男朋友，而且还有另外追她的几个男生，她都拒绝了。现在想来，我算什么？其实当时在我们学校，一般的男生找对象压力并不大，因为我们是财经类高校，像我读的国际经济与贸易，我们班有11位男生，但是有43位女生。很多理工类院校的男生周末尽往我们学校跑。对了，那时候的校园都是全开放的，谁都可以进。我们班的这11个男生中，除了我，大家都在大学谈过对象，两情相悦的那种，有的还换了好几个。当然，身高矮于常人不是我找不到对象的唯一因素，但它是最重要的因素。很多人都说校园恋爱最单纯，不看钱的，但是校园恋爱看外貌啊。而对男生而言，外貌里的第一因素就是身高，他可以是满脸青春痘，但是他好高啊。或者说起码不能太矮，如果身高太矮，别说自己看得惯看不惯，领出去玩闺蜜是要笑话的呀。这种心理有点像小时候我不愿意让我妈参加我的家长会，害怕的呢就是旁人的眼光。以前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说回我喜欢的那个女生，在我们大四上学期的时候，她和她的前男友分手了。我喜出望外，因为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而且之前追过她的其他男生都已经有了现役的女朋友。这不是这朵鲜花要硬掉在我这泡牛粪上吗？那段时间我非常积极，多次组织我所在宿舍与他所在宿舍之间的联谊，均由我打肿脸充胖子买单。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喜欢上了我的室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是我搭的桥，我把我心仪的女生介绍给了我的室友，然后在他们出去旅游的时候还帮他们填写了找新工作的资料。当时觉得蠢到了极点，现在看来呢也风轻云淡。我的这个室友呢1.7米左右，人很瘦，脸长得也白净一些，歌唱的还不错，喜欢唱周杰伦和林俊杰的歌。我的室友和我喜欢的女生在一起之前，和他交往了近4年的女朋友分手只有2个月之久，可以算作无缝切换。这时候呢就又有网友说了，你就是酸臭屌丝，活该性压抑。对的，我是一个天选的屌丝。但不得不说，我的室友跟这个女生是真爱。在我们大学毕业后的第2年，也就是2018年，他们俩就结婚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我当时协助填过资料的工作。如果说这个故事加工一下，完全可以拍成一个电影。就说我的室友撬了我的女朋友，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那个女生在4年里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她只是将我当做一个勉强玩得来的伙伴。大学毕业后，她的闺蜜告诉过我，那个女生对她说过，她就是一辈子不找男朋友不结婚，也不会跟我在一起，因为她根本看不上我，因为她根本看不上我。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通过感动一个人而获得爱情的，而其中当初第一个喜欢我的女生也可能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很好的伙伴，只不过由于年龄太小而分不清这是否是爱情罢了。说了这么多，我得缓缓出去看看马路，然后我们继续。OK， 刚刚呢去陶冶了一下情操。大学毕业后的那几个月呢，是我人生中很痛苦的一段时间。
在我参加工作之前，我一直待在一个出租屋里，骗家里人说在外面工作，实际上呢，在崩溃的边缘挣扎。当时呢，实在难受的时候呢，就在黄河边来回走，差点呢做出了前一段时间胖猫的那种选择。那是什么拉了我一把呢？就是网贷。我呢一度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而且属于讨好型人格。当初呢，就是为了得到我自认为的这份爱情。在某东金融刚开通的时候，我发现呢，作为学生身份的我竟然有5000块钱的额度。那是在我大3快结束的时候，当时我的财务状况已经捉襟见肘了。第一次面对网贷还是有点怕的，但最终呢，还是为了心中的爱情，点击了申请。大4毕业后那段独自在出租屋的时光，也是用这笔钱支付的房费。而且呢，这个借贷我是没有告诉过家里的，所以当时我就想，虽然非常痛苦，但无论怎么样，需要把这笔钱给还上。然后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但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呢，非常辛苦，有值不完的不同时间的夜班，而且工作压力也非常大，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原因，导致呢，在我工作的3年间就变成了一个秃头。而在我工作的第2年，我喜欢上了一个有工作业务关系的女生，我跟她聊得非常愉快，我们彼此的印象非常好。就这样，我才慢慢淡忘了大学期间喜欢的那个女生。但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起初还是挺痛苦的。后面认识的这个女生呢，我是很喜欢她的，她也知道我的意思，她对我呢也挺有好感，但最终还是没有确认关系。但我想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过于矮小的身高也应该是她难以逾越的一道鸿沟。她的身高有1.6米，但是身材非常苗条，我看着是个挺高挑的女生。如果对于1.80米左右的男生来讲，她就属于那种娇美型的女生，比较瘦小，很能激发男生的保护欲。说实话，与她相处，我可能还是不够自信，所以我这次的寻爱之旅还是失败了。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当然，我当初离开那份工作，离开那个地方，这个原因是多重的，但求爱失败的原因占比1半以上。之后我去了另一个城市，但是我就再也没有遇到爱情。时间已经过去4年了，有时候还是忍不住会想他，有时候晚上梦见他，眼角也会流泪。因为忘掉旧爱最好的原因就是找到新欢。我没有找到新欢，大地可能再也找不到了。况且她是我喜欢过的女生中3观最契合、交心最多的女生，可能是因为我的这种机会太少了吧。当然，我的身高不单是阻碍了爱情，对于就业来说也是非常不顺利的。好死不死，我做的是份行政的工作，正如我现在是失业的状态，很多公司招聘行政都会标注一条形象气质佳，这样一标我就觉得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有的呢直接注明了身高的要求，还有个别仅限女性的就不说了。我并不是说招聘歧视的问题，是我的工作经验渠道太窄了。当初大学毕业前后也考过企事业单位，有3份工作过了笔试，面试也是被刷掉的。当然大概率肯定是我的面试表现不好。本来我想跨行做其他的工作，但是我需要学习和了解的东西就会很多，而且有相当多的行业也在阵痛期。我是个大龄的文科生，我几乎没办法从头开始学起了。有人说呢，屌丝就应该多努力。我高中时期的一个同学也给我说过同样的话，他说他最讨厌的人就是家庭条件差，但是学习也差的人，就是当着我的面说的。当时我虽然也在实验班，但是我是实验班的倒数第1名，并且一共蝉联了2次。我当时确实没有花太多精力和时间在学习上。我的这位同学家人都有稳定工作，亲人布满了商政2界，他的妹妹当时就已经去了其他国家读中学。而我的情况呢，放学之后需要自己做饭，暑假和寒假呢需要参加体力劳动。虽然在高中，但学习的时间几乎占不到我的50%。他自己呢，高中毕业后考取了普通本科，而我在复读1年后也考取了普通本科。所以我觉得就智力而言，我们并没有太大差距。所以我是非常不认同贫穷或者落魄的人就应该更加努力这个观点的。需要更努力是底层人群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而不是既得利益者理所应当定义的命题。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但还是摆脱不了由于贫穷、外貌身材、情感受挫、家庭矛盾等因素引起的心理自卑，以及各类条件综合下导致的抑郁。我们必须得从这种自卑的心理中走出来，从这种抑郁的情绪中跳出来，不然我们生命的意义会被这些因素所裹挟。现在我就告诉你我是怎么摆脱这种自卑的，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因为像我这种情况的毕竟是少数。我是直到30岁才开始出国旅游的，
当时呢，出国旅游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单纯的玩一趟。当然了，我也想去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或者是三亚之类，但是对比下来还是东南亚旅游便宜。然后呢，就打开了我新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因为呢，之前的自卑其实一直是被自己的世界观所困扰的。首先就是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当别人投来鄙夷的眼光时，心里就会产生自卑。开眼看世界真的非常重要，需要有一些开阔的视野和不同的认知，需要多了解一些不同的观点。后来还去了东南亚的其他几个国家，发现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友方式并不相同，竟然就真有人不喜欢高个子的男生，皮肤白的女生呢也并不是一定会受到欢迎。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就是不同的哈姆雷特，就好像我们中国相亲市场上的条件和标准也仅只代表这一部分人而已。所以我的朋友要有更宽广的眼光。另外就财富来说，你更无需自卑，因为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富人真的不多，社交媒体上炫出来的也并不一定真实。我们真的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但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应该由既得利益者主导，每个人都应该自信起来。以前我的情绪非常低沉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想到自我，但是自从开眼看世界之后，我保证我将再也不会那样想，也不会那样做。现在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就是自信的活着，追求不到也没有关系，理想的生活太过美好，想要的爱人名花有主 whatever， 我还是我，认真迎接下一段风景就好。现在的我也很容易从难过的事情中抽离出来。以前呢，我老是抱怨父母，虽然我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会责怪原生家庭。现在的我更理解和感恩我的家庭。我的妈妈长得很矮，因为我的姥姥长得也很矮，但是矮就不配拥有正常的生活吗？他们也何尝不想拥有高大的身躯，但实际上小小的身躯、小小的肩膀也可以扛起一个家。并且呢，身高是基因、地域、饮食等多重因素导致的，这并无优劣之分。就好像你身高2米，你便可以很容易的成为一个篮球队员，而我的身高不够，大不了不打篮球就是了。其实无所谓，人的一生是短暂的，高矮胖瘦、美丑群富，所有人都有闭眼的一天，当那个时候才是最真实的自己。每个人都是选择性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要认真的过完了生活，生命才会有意义。所以我的朋友，不管你正经历着什么困难，请都不要放弃。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目的的旅行，不要害怕失败。人生的多数烦恼都是自找的，都是心理原因。所以呢，不用怕，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要去买彩票，因为中大奖的概率比飞机失事的概率还低。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加油，奥利给！